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 SSL 证书，也可以被称之为 TLS 证书。那 SSL 和 TLS 有什么关系呢？早些年都是 SSL， 后来就变成 TLS 包括 TLS 的 1.1 版本、1.2、1.3。有了 SSL 证书呢，我们的数据就可以进行加密通信，能让我们的数据流转会更安全尤其是网站层面上来讲呢，客户端发出的数据可以进行加密，然后传到服务端这边，我们再进行解密，让你的数据更安全。那除了像网站，还有很多场景呢会用到我们这个 SSL 证书。今天我们来用这个 Certbot， 它是一个证书申请的一个机器人，也是开源的软件，非常好用，比我们之前一直在用的 ACME也是我们国人大佬开发的一款自动化申请证书脚本要更简单，而且速度更快。然后有了证书呢，你把证书的对应路径跟你的 NGIX 也好或者跟你的服务组合也都可以正常的去使用，还能保证它免费续签。那我们今天依然对这些主流的操作系统进行讲解，大家就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 Linux 发行版操作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是乌班图的 22.04， 那我们就使用这一行命令来去安装这个 Certbot， 右键进来回车。之前为什么我会从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个 ACME 去换呢？是因为 ACME 有的时候经常申请失败，申请的时间特别久，所以我才有想换掉它。我们装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运行了。首先确保你的80端口和443端口都是开放的都没有应用占用。如果你现在已经运行了 Nginx， 那你先把它停掉，会使用80和443去做一个临时的申请证书的一个通道。你要把要申请证书的域名解析到你当前这台服务器上，那我们获取一下服务器的 IP， 你就可以获取到这个 IP 地址。我们复制这个 IP 地址，找到你的一个域名，我这边就用科技lan.com， 选择 DNS 记录，添加记录，添加一个 at 就是跟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复制刚才获取的 IP 地址，我们开启小云朵带 CDN 的，带 Cloudflare 的安全防护加速，这一个域名来 ping 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解析到我们的服务器。开始菜单 CMD， 可以发现它给我们了一个 IPv6 的地址，好像跟我们服务器刚才输入的这个 IP 好像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开了小云朵域名托管商它会给我们 CDN 的边缘节点的 IP 地址，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本机的 IP 地址给隐藏了，避免黑客能直接找到你的源站 IP 进行攻击。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域名已经正常的解析到我们的服务器上了，那就解析成功。我们回到博客，就用这个 Certbot 工具的命令，会去创建一个临时的对接接口，把你自己的域名填写，后头的可以保持默认。这个呢，强制申请，就是我之前在这台机器上已经申请过了，但是我如果加了这个参数，那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申请过，我都强制重新申请，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做法。一个域名一个星期最多申请5次，如果你超过5次的话，它就申请失败了。怎么算一个域名呢？记录这块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3行数据，对吧？3个解析，这3个解析每一个解析都有5次申请证书的机会。那我们输入这一行命令，复制一下，好，我们把这个域名这个地方改掉把这个美元符号也给删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输入我们刚才那个域名，对，就这样的，回车。这台机器似乎80和443被占用了。这台机器呢 Nginx 正在运行，并且反向代理了一个网站大家如果不是 Docker 来搭建的话，那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释放这个端口。对，我这边就是暂停暂停 Nginx。好，清除掉以后呢，我们再输入刚才的命令，回车。好，这样的话我的证书就已经申请成功了。它会告诉我存放的一个路径，这个呢是公钥文件，这个是私钥文件。这个公钥文件里头会带我们完整的证书链。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2个文件内的内容，我们复制一下这个路径，用 cat 把这个路径复制进来，回车。带完整证书链的公钥文件cat 是查看文件内容，好，回车。私钥的一个文件情况，那我们的这个证书就已经申请好了，你可以让对应的服务指向这个路径来获取证书的信息。证书申请其实就很简单了现在有2个，一个是这个
域名，一个是我们刚才申请的这个域名。我们这个证书呢是免费的啊，颁发机构给我们免费提供了3个月的，3个月以后呢，它还会再重新要求你再去申请。我们可以借助一个自动化的脚本软件来监听来使用啊，这个是科技蓝写好的自动化的续签脚本。那么给这个脚本呢赋予权限，这样的就下好了，并且给予权限了。我们运行一下它，把这个脚本名称复制一下，斜杠加上脚本名称啊，这样的我们来执行一下，它就会告诉你当前的这个域名啊什么时候过期，还差多少天啊。我们不可能到30天了，我们自己手动再执行一下这个脚本。这个脚本呢，刚才给大家演示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会插入一个定时任务。CD 到我们的工作目录啊，刚才我们执行的这个脚本后台执行一下，我们每天的凌晨0点都会执行这样的定时任务，我们就已经插入了。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不要带空格，上译回车啊，我们选择1，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任务就在里面了 ，Ctrl X 退出。OK， 那有些细心的小伙伴说，你刚才不是有2个域名吗？怎么这边你刚才申请那个域名没有呢？其实这个脚本呢，目前指向的是我常用的这个网站的存放证书的目录，而非它的原始目录。回头的话会给大家准备原始目录的一个脚本。在国内，尤其是你没备案的域名，与我们免费的这个机构通信是有障碍的，有阻断的，除非你的域名 ICP 已经备案了，在工信部已经备案了，你才能去跟我们国外的机构进行正常的通信。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的 DNS， 就可以绕开我们刚才自建的临时通道来申请证书的另外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可能就会有些麻烦。这边呢，你把它复制一下，把你的域名加上，我们再换一个新域名吧。好，我们先拿这个测试的 A 打头的域名来进行 DNS 方式的申请证书。刚才的那种方式不通的情况下，尤其国内环境你 ICP 还没备案的情况下你就用这种方式来申请你的证书。它会给你一个临时的 TXT 的解析记录，我们需要填写这个名称还有这个值。我们选择 TXT 这边呢我们填名称就填这个名称，1分钟下面值我们填这个，我们点击保存，我省掉了，它就留了一个 A 在前面。现在呢就等它解析，大概过个3-5分钟直接回车，它就开始去到你的 DNS 里头找。我的 DNS 方式申请证书也下来了。那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申请呢，像这个自签续签的这个脚本都是可以正常去使用的。那我这块呢是续签证书的脚本，然后它这边呢有一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接近我们续签的这个时间5天它就开始续签了，就是提前5天续签，这个值你可以自己去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也要调整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是像 Lion 这样的 Docker Nginx 的话你是别的服务的话，停止那个服务的命令修改一下，改成你自己的停止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申请证书的时候是要关闭你的80和443当前正在运行的应用的是要暂时关闭一下的。这一行命令申请好证书以后，那你还要再把你自己的那个服务再给它开启，就能正确的匹配实现永久证书续签的情况了。那就可以让我们用更方便的方式来申请证书并且我们可知可控。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ACME 在3个月以后，有的时候续签还不成功，多种情况，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申请证书的渠道。好了，这就是今天全部关于 SSL 证书、TLS 证书申请的一个全流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